一队士兵正在山谷中行进，但是下一刻，无数的精灵在空中包围了他们。士兵们很慌张，精灵族长充满杀气的眼神让大帅心里直嘀咕：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慌忙解释 ：“We're Burgishmen. We mean you no harm.” 在族长的示意下，精灵们收起了攻势，降落了下来。来人是伯格的骑兵编队，奉命守护附近的一条电报线路。士兵来此是为了临时征用部落的房屋落脚。按照与伯格国的条约，族长只好答应了他们的请求。得到了族长的首肯，士兵们进入到部落中休整。一名士兵接到命令，前去查看附近的地面情况。在一处山道中，一排脚印引起了他的注意。顺着脚印的方向，他爬到了一处崖缝中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里面竟别有洞天。正当他查看大厅中的一本书籍时，一个精灵从天而降，用匕首顶住了他的喉咙。随着两人的交谈，士兵了解到此地是精灵族的禁地，而背后的精灵叫威尼，是禁地的守护者。当得知士兵的身份后，威尼只好放开了他。士兵叫菲洛，是此次任务的一名队长。他向威尼承诺绝不泄露禁地的秘密，威尼只能放任他离开。深知人类狡诈的威尼只好时刻紧盯着他。这时，一名士兵汇报，通讯线路遭到了破坏，可峡谷陡峭，凭他们很难将线路修通。菲洛转头看向远处的威尼，想到了办法。对于人类来说，可能需要许久才能完成的任务，但对精灵来讲，只是一件小事而已。很快，在威尼的帮助下，线路得到了修复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了枪声，菲洛急忙赶了过去。可等他赶到时，士兵们已经惨遭杀害。而此时，山崖下一只怪物正在啃食尸体。发现菲洛后，转身朝他扑去。菲洛急忙抬枪射击，最后成功将怪物击毙。可还未等他松口气，又一只怪物出现，将他扑倒。菲洛艰难地抵抗着，眼看就要跌下山崖时，威尼突然出现，解决了眼前的怪物，将他救下。可诡异的是，刚刚中枪倒地的怪物，此时却慢慢地恢复了人形。向长官汇报了此事，经过几人商讨后，得出结论：是敌对的联盟军用狼之诅咒感染了士兵，派他们前来破坏电报线路。线路修好后，不断地传输着战略通讯，而负责安保的菲洛则闲了下来，与威尼一起，两人你来我往的慢慢熟络了起来。威尼带他来到了禁地，这里储藏着大量的书籍和研究资料，两人经常在此聊着书中的故事。不久后，威尼和菲洛相互有了好感，走到了一起。这天，一群来自北部的精灵逃难来到了部落，其中一人正是威尼的好友马林。在好友的口中得知北部的精灵部落已经沦陷，族人被联盟军屠戮一空，只有少数的几人逃了出来。威尼也向好友讲述了自己和士兵相爱的事情。得知此事后，马林找到了菲洛，他深知自己的好友是真的爱上了眼前的士兵。可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士兵意味着随时都会死去。如果真到了那天，以他对好友的了解，威尼会奋不顾身地为他去送死。就在这时，负责电报通讯的士兵收到了消息，前线已经崩溃，联盟军占据了都城，要不了多久就会攻来。长官下令立即撤退，部落的族人也开始了迁移。听到消息后，菲洛急忙去寻找威尼，他希望威尼能够跟随部落迁移到安全的地方。可威尼态度强硬，一定要跟菲洛共进退。见此，菲洛只好和他约定了地点。就在这时，部落的号角吹响，敌军的飞船即将到达。为了掩护族人撤退，族人们如飞蛾扑火般飞向敌军，试图阻拦敌军的脚步，为族人们争取逃生的时间。可血肉之躯如何能抵挡得了炮火？只不过是徒劳罢了。不久后，族长在峡谷中找到了威尼，并且带来了菲洛战死的消息。树林中，精灵部落的族人们正被联军追杀，联盟军抢夺资源，霸占他们的部落，所过之处，所有精灵都被屠戮一空。为了防止他们飞走，还在他们逃跑的必经之地的上方布满了带刺的铁网，手段极其残忍。一个精灵慌乱中不慎摔倒，眼看就要被怪物追上时，威尼突然出现。联盟军越来越近，威尼急忙逃走。在最后关头，有惊无险地逃到了偷渡船上，船舱中挤满了逃亡的精灵。为了能够活下去，他们不得不签下卖身契，通过偷渡船去往其他国家，成为人类的佣人。自从7年前联盟军攻占了精灵部落后，威尼便一直游走在战火中，帮助逃亡的族人，只是心里始终还记得那个曾经深爱过的士兵。就在他回忆过往之时，偷渡船遭遇了风暴，船体突然破裂，大量的海水涌入。船长为了防止他们中途逃走，早已将舱门给锁死了。不久后，在伯格国的一处海边的球场上，一个小男孩在玩耍时发现了海边漂浮的尸体，正是风暴撕碎船体后被海水冲上岸的精灵们。这时，岸边的一块岩石上，威尼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幸运存活下来的他被带到了警局，
在警员的查询下，他们找到了船只的持有人罗斯。随后，威尼被罗斯带回了家里，安排给到他的妹妹罗威做佣人，一直到他赚到能够赎回自己的卖身契为止。就这样，威尼成为了佣人，在伯格生活了下来。这天，他在做卫生时，突然看见了小姐罗威的香水，他瞬间计上心来，将香水全部倒掉。在小姐发现香水没有后，安排他前去购买。就这样，他成功的来到了狂欢街区。通过曾经收集到的线索，他找到了自己多年未见的好友马林。只不过好友的遭遇也是凄惨，如今沦落成了妓女。他向好友诉说着这些年的遭遇，为自己没能救下族人而感到难过。这时，马林突然发现威尼留着的手寡辫子，直到此时他才明白威尼一直都毫不知情。原来在7年前，菲洛为了不让威尼跟着自己送死，战乱中他找到了精灵部落的族长，让他帮着自己编了一个谎言，说自己已经战死了，想让威尼能够跟着部落迁移到安全的地方。可谁知联盟军如此的残暴，意图剿灭所有的灵族，南诺克根本就没有精灵族能够生存的地方。通过好友的口中了解了这一切，威尼非常的气愤，他恨这个人欺骗了他整整7年。夜晚，威尼在厨房中找到了一把菜刀，脱掉身上的佣人服饰，换上了自己的衣服，割断了头上的手寡辫子，将刀放进了靴子里，打开窗户翻身而出，坚定了想法后飞了出去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菜刀从窗户进入。7年前，联盟军进攻精灵部落，菲洛为了不让威尼跟着自己送死，他让族长给威尼带去了自己战死的消息，而他则带着士兵前往下一个据点防守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威尼不但没有将他忘记，而且还游离在战场上与敌军作对，为他报仇。可想而知，这7年时间他经历了怎样的磨难。得知真相的威尼想要将欺骗了自己7年的男人杀死，可当他看到那熟悉的面孔时，威尼还是心软了。随着联盟军对南诺克的侵略，除人类外的所有灵族都遭受了屠杀，灵族不得不放弃家园，四处逃难。而伯格国的狂欢街区就是大量灵族的聚集地，这里居住的灵族遭受着人类的排斥和欺压，他们只能做些最低等的工作用来谋生。战争结束后，菲洛进入执法队，成为了一名警察。他来到狂欢街区查案，顺带解决了眼前的欺压。街区中出现了多起灵族遭受袭击的事件。通过受害者的口中，菲洛了解到一些凶手的外貌特征。可正当他搜寻到线索，准备进一步时，上司知晓了他在为卑贱的灵族查案，将他叫到了办公室，命令他即刻停止。种族歧视的分别对待让菲洛非常的气愤，也很无奈。夜晚在酒馆中，菲洛正准备喝酒消愁时，无意中他看到一个人的外貌与凶手非常的相似。他端起酒杯，假装喝醉撞了过去。看到对方手臂上的图案后，他确定此人正是凶手。凶手见身份暴露，急忙逃走。两人经过一段你追我赶后，凶手来到了一处屋顶，他神色十分淡然地告诉菲洛，黑暗之神已经苏醒，黑暗即将来临。随后凶手纵身一跃，坠楼身亡。这莫名的一幕让菲洛摸不着头脑。与此同时，在城市的某处河边，一位女子正在散步时，看到了地上的一张照片，她弯腰捡起。正当她仔细观看时，一声低吼声引起了她的注意。察觉到不对，女子转身就要逃走，可还是为时已晚。她被莫名的怪物拖走，消失在了黑暗中。隔天，菲洛才刚刚出门，队员小白就找了过来，告诉他河边出现了一具女尸，凶手手段极其残忍，尸体被开肠破肚，内脏全部被掏了出来。死者叫艾斯琳，是一位精灵族，因其歌声优美，曾是红极一时的歌手。随后两人来到了受害者的家里寻找线索，刚一进门，一只灵族宠物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小白急忙用玻璃瓶将它罩住。就在这时，衣柜中突然传出了一声异响，菲洛急忙掏出了枪，缓缓地走了过去。打开衣柜后，发现里面藏了一名男子，男子自称是死者艾斯琳的朋友，刚刚来到此地没有落脚处，所以才会出现在死者的家里。经过沟通，菲洛判断出此人并非杀人凶手，没能在死者家里寻找到线索，菲洛只好寄希望于尸体。可在向上司申请验尸时，却遭到了拒绝。上司不愿在卑贱的灵族身上浪费时间，无奈菲洛只好来到狂欢区寻找老友屠夫的帮助。屠夫曾经是羊人族的一名医生，战争过后为了生存，只好做起了卖肉的屠夫。尸体被屠夫处理后，有了一些发现，死者的身体中其他器官都在，却唯独少了肝脏，而且从伤口判断出死者并非死于刀伤。随后一名灵族的巫师找了过来，要求给死者的尸体净化超度。巫师通过巫术看到凶手并非人族和灵族，而是一种邪恶的超自然生物。但显然菲洛并不相信这些，他一直认为这些巫师都是些骗人的把戏。与此同时，在伯格国的富人区中，成为佣人的威尼正在厨房工作时，家主罗斯从背后不怀好意地走了过来，眼看就要图谋不轨时，威尼拿起面前的盘子砸伤了他的脑袋，随后抬腿就是一脚，然后扬长而去。就这样，威尼失去了工作，也没了住处。他来到了狂欢区，找到了好友马林。
马林也没有办法收留他，但给他出了一个主意。在马林的介绍下，威尼来到了乌鸦帮。帮派中的成员都是由逃难的灵族组成，他们靠走私、赌博等违法的事情谋生。而此时，帮派的老大正在处置一位出卖帮派的成员。这一幕刚好让新来的威尼看见，无路可退的他只能加入了进来。但想要成为正式成员，需要完成老大的考验，而他的任务就是前往警局带回大厅上的旗子。隔天，马斯与妹妹两人来到了警局报案，家里的一名佣人违背了合同离开了。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菲洛听见，随后菲洛来到了马斯的家里，花费重金赎回了威尼的卖身契，并且撤销了威尼失踪的案件。夜晚，威尼和好友马林来到了警局，在马林的帮助下吸引了警员的注意。威尼趁机飞到了大厅的上方，将旗子给摘了下来，随后逃到了楼上，将走廊的铁门反锁。正当他准备离开时，菲洛突然出现，拦住了他。威尼没有理会菲洛的劝说，带着旗子消失在了黑夜中。与此同时，在伯格国的一所孤儿院中，正在窗前工作的院长突然遭到了袭击，一个准备去嘘嘘的小男孩亲眼目睹了这一切。很快，警探菲洛接到消息后赶了过来，只见院长的死状非常的恐怖，尸体被开肠破肚，这已经是城市中第2起凶杀案了。在窗户外，他们发现了类似蹄子的脚印，顺着脚印的方向，菲诺发现了下水道入口。为了寻找线索，他没有过多犹豫，爬了下去。正当他查看时，远处一声低吼声引起了他的注意。黑暗中，他隐约看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向他走来。菲洛急忙抬枪射击。就在这时，怪物却莫名的消失了。随后，菲洛在下水道中找到了死者丢失的肝脏。经过法医鉴定，死者和上一起案件有很多共同点。亲眼目睹了怪物后，菲洛不得不相信上次巫师说的话。他来到了巫师艾玛所住的地方，向他请教。艾玛告诉他，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，有一种叫做暗黑亚瑟的野兽，它是用死人的四肢做成的傀儡，通过古老的暗黑巫术来赋予它生命。艾玛见菲洛还是不信，便让他去找另一位强大的巫师，或许能得到答案。随后，菲洛通过艾玛提供的住址，他找到了另一位巫师的住处，并且带来了2条死鱼，要巫师给他制造一个暗黑亚瑟。他要亲眼所见才会相信那些匪夷所思的传说。在2人交谈中，巫师直接使用了巫术。等到菲洛醒过来时，巫师已经在菲洛的身上取到了所需之物。他告诉菲洛，制作需要一些时间，让他过一段时间再来。另一边，在伯格国的高层议会中，2个党派正为接纳灵族之事激烈的争论着。一边是以总理大臣老白为代表的派系，他们认为伯格国的灵族难民越来越多，是因为联盟军的战争侵略所造成的，应该将矛头指向联盟军，制止他们的恶行。而另一边则是死对头里特所代表的派系，他们主张将卑贱的灵族难民赶出伯格国，这样才能让国人拥有更好的环境和工作的机会。2边派系就此事一直争论不下，眼看就要到了换届选举之时，最让老白放心不下的就是他那个不成器的儿子乔纳。妻子维拉也知道是关键时期，告诫儿子不要在外惹是生非。听话的乔纳一口就答应了下来，可转身就来到了他最喜欢的地方。夜里，乔纳被尿憋醒，来到了阳台。正当他准备解决之时，2名黑衣人出现，直接将他给掳走。隔天，老白夫妇就收到了儿子被绑架的消息，可无论侍卫怎么找寻都没有半点消息。担心不已的维拉找来了巫师，想要占卜儿子的下落。经过巫师的占卜，夫妇2人终于得到了线索。乔纳失踪的矛头直接指向另一个派系的代表里特，而此时可怜的乔纳正光着身子蹲在一个水池边，被人严加看管着。这个男人整天无所事事，就喜欢待在烟尘之地寻欢作乐，而且每次都会叫上几个会飞的作陪。不学无术的他却有着花不完的钱，只因为他有个总理大臣的父亲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今天才刚刚完事便遭遇了绑架。父亲老白发动大量的警卫也没能找到儿子的影子，唯一的线索就是之前巫师占卜后给出的答案，儿子的绑架跟另一个派系的领袖里特有关。正当他一筹莫展时，妻子维拉在一旁怂恿将里特直接逮捕。随后老白下令将里特给带了过来。地下室中，里特遭受了酷刑，也没有说出儿子乔纳的下落。这时维拉单独来到了里特的面前，递上了一杯水，询问他将儿子藏到了哪里。正当里特回答自己不知道时，突然一口鲜血吐出，水中被下了毒药。里特临死前才终于明白过来，这一切都是眼前这个女人布的局。随后维拉拿出了悲伤的表情，快步的来到了老白的面前。他告诉老白，里特说出了儿子的下落，但因为伤势过重死了。得到了地址后，很快警卫找到了被绑的乔纳，将他送回到了老白的面前。父子2人紧紧的相拥在一起。就在这时，一阵熟悉的脚步声引起了乔纳的注意。这熟悉的声音分明就是他被绑时听到的脚步声。与此同时，警探菲诺如约来到了巫师的家里。巫师拿出了用2条死鱼制作出的暗黑亚瑟，
直到此时，他才终于相信，连续2起凶杀案都是被这种怪物所为。巫师告诉他，这种通过暗黑巫术制作出的怪物是受制作人所控制的，只有找出背后之人，才能制止惨案的再次发生。随后，菲洛再次来到了孤儿院，他找到了孤儿院现任的负责人，通过他的口中，他了解到老院长曾经有去酒馆寻欢的习惯。紧接着，菲洛来到酒馆，找到了负责人。通过他的口中，菲洛了解到老院长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原来老院长经常来酒馆，并非是为了找女人，而是为了跟一个男人幽会。而巧合的是，那个男人现在刚好就在房间里，此人正是那个为死者验尸的法医。随后在2人的交谈中，菲洛了解到法医和院长在几10年前就认识，为了避嫌，2人不得不在这种地方约会。他告诉菲洛，院长跟艾斯琳其实也认识，而且2人的关系也非常好。只不过让他想不通的是，因为一些原因，2人有20年未曾联系了，而如今却被接连杀害，这让菲洛明白2起案件其中必有什么联系。随后，菲洛再次来到了死者艾斯琳的家里，他打开了桌子上的留声机，里面放着的正是艾斯琳的歌声，只是这个声音让他觉得似曾相识。他突然想到自己年幼在孤儿院的日子，经常在睡梦中听到的那首熟悉的歌声，而且还时常梦到那个奇怪的梦。梦中一个精灵族的婴儿被人抱着，然后一个医生剪断了婴儿的翅膀，再看着墙上挂着的一个壁画，上面画着一双小手和一对小翅膀。在这一瞬间，菲洛突然明白了自己的身世。原来自幼在孤儿院长大的他不曾知道，其实母亲一直在身边，只是从未在他面前现身。随后他来到了母亲艾斯琳的面前。与此同时，回到家的医生为自己倒了杯酒，此时的他还沉浸在痛失爱人的悲痛中。就在这时，楼上突然一阵响动，他急忙走上楼去查看。很快，执法队接到消息来到了现场，只见老人死状凄惨，尸体被开肠破肚，这已经是城市中第3起凶杀案了。警探菲诺在查看现场时，听到旁人议论，死者生前曾经是名医生，经常私下帮助一些精灵族的婴儿，替他们剪掉翅膀，隐瞒灵族身份的事实。在这个排斥灵族的国家，只有人类婴儿才能安稳地活下去。这让菲洛突然想到，不久前他才刚刚知晓自己是一名精灵和人族混血的身世。内心复杂的菲洛回到了家里，他的房东伊芙见他有烦心事，主动来到了他的房间安慰他。心情复杂的菲洛将心中的猜测都告诉了伊芙，其中包括他很可能是精灵与人族混血的事实。听到这些后，伊芙一改以往的态度，让他滚出自己的房子。与此同时，加入乌鸦帮的威尼此时正在街上售卖博彩，无意中他看到了一条展会的广告，上面写着即将展览来自南诺克的宝藏。威尼找机会偷偷溜了进去，在属于精灵族展品的区域中，威尼看到了自己部落的物品，其中包括禁地中的古籍，这让他想起了当年联盟军侵略部落时那痛苦不堪的记忆。而此时刚好有一批游客前来参观，这让威尼愤怒不已，想要将他们全部赶走，可很快就被赶来的执法队制服带走。另一边被房东赶出的菲洛，在街上找到了母亲生前的好友，想要从他的口中了解到自己的身世。随着2人的交谈，菲洛了解到母亲当年在临产时所在的地方，而他不知道的是，2人在交谈时，远处有个警卫一直在监视着他们。原来他的上司早就对他产生了怀疑。菲洛一直在全权负责凶杀案，但却从未向上级汇报过案件的进展，所以上司安排人手监视他。最麻烦的是，一名警卫在房东伊芙这里得知了菲洛是精灵混血的身份。听到警卫的汇报后，上司联想到死去的3名受害者分别都跟菲洛的身世有着重要关联，随即上司判断出菲洛可能就是杀人凶手。这一切都是他为了掩盖自己是混血的真相。随后上司下达了对菲洛的逮捕令，而此时毫不知情的菲洛来到了当年母亲生产的地方，从佣人的口中他得知了母亲爱丽丝当年的过往。原来爱丽丝曾经也在这里做过佣人，后来成为了一名歌手后，不久便有了身孕。家主见她可怜，收留了她，一直到她产子。佣人也不清楚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。就在这时，执法队找了过来，菲洛被以涉嫌谋杀遭到了逮捕。牢房中关押的犯人，一部分都是他曾经亲手抓进来的，仇人见面格外眼红，犯人们想要出手教训他，结果让菲洛没想到的是，竟然在这里见到了威尼。2人曾是恋人关系，因战争爆发才被迫分开。正当2人叙旧之时，狱警走了过来，菲洛被安上了杀害多人的罪行，情况恶劣，被免去了审问，直接拉去行刑。眼看着心爱之人即将赴死，威尼心痛不已，才出现了开头那一幕，想要假死谎骗狱警，从而趁机越狱前去解救菲洛。可奈何狱警人数众多，没能成功，还遭受了狱警一顿暴打，丢进了牢房。而另一边，本该被带去行刑的菲洛，不但没有被带到刑场，反而被押送到了一处废弃的庄园。
当头套被人拿开时，他竟意外地见到了总理大臣老白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助理向他汇报了城市中所发生的重要事情，其中包括城市里出现的凶杀案。老白起初并未在意，可当他听到其中一名死者是一名精灵族的歌手，而且叫艾斯林时，老白愣住了。他好像想起了什么。助理向他详细地汇报了情况后，才发生了眼前的一幕。Gutted her like a fish! Your own mother! She didn't deserve to die like that. In such a terrible way. No. Didn't kill my mother. I didn't even know who she was. 两人冷静下来后，菲洛述说了实情。随着两人的交谈，误会最终得到了解除。菲洛也从老白的口中了解到当年所发生的事情。老白在年轻时的一次聚会中认识了艾斯琳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很快就坠入了爱河。后来老白将艾斯琳带到了这处庄园生活，但好景不长，老白的父亲很快就发现了此事。他的父亲是一个有权势而且非常传统的人，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跟一个卑贱的灵族苟且。在他父亲的逼迫下，老白不得不放弃这段感情。几十年过去，老白从未想过艾斯琳当年竟为他生下了孩子。就这样，误会解除后，父子二人的关系好了起来。老白让菲洛隐姓埋名，等风头过去，他会处理好此事，并且承诺回去后就会下令释放威尼，让二人远走高飞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正当他写下令书要释放威尼时，一旁假扮佣人的刺客用刀捅了过来，老白身中数刀倒地不省人事。幸运的是，因为得救及时，老白活了下来。而此时他的妻子维拉找到了儿子乔纳，只因车夫向他汇报了乔纳最近的新欢，此人正是里特的女儿索菲。得知此事后，维拉极力制止乔纳与其交往。乔纳非常的气愤，他不能理解为什么。维拉的回答是 Because she's your sister. 直到此时，乔纳才知晓了自己的身世。他急忙找到了索菲，直言要跟他分手，来制止这种违背伦理的关系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索菲一直都知道，而且还特意让这种事发生。索菲认为他们两人分别是法老和帝王的后裔，只有两人合并才能拥有更高权力的诞生，这才是索菲一直所追求的。随后他写下一个纸条递给了乔纳。与此同时，巫师正在家中忙活时，背后突然出现了一声异响，预感到死亡即将来临，他急忙将货架上的药水取下，混合后一口喝了下去，转过身淡然地说了一句 I know who you are. 另一边，被释放后的菲洛来到酒馆寻找威尼，可好友马林告诉他威尼并没有来此，这让菲洛察觉事情不对，因为就在不久前，身为总理大臣的父亲老白承诺会立刻释放威尼的。正当他疑惑哪里出现了问题时，楼下突然传来女人慌张的呼喊声，得知是巫师在家里被惨遭杀害后，菲洛和马林两人急忙赶了过去。只见此时的巫师被开肠破肚，死状凄惨。正当菲洛仔细观察尸体寻找线索时，本该已经死去的巫师突然又活了过来。巫师告诉菲洛自己一直在等他，而且巫师早已预感到了这一劫，所以在临死前喝下了药水，就是为了能够维持短暂的生机，将背后的秘密告诉警探菲诺。原来真正的凶手是总理大臣的夫人维拉。维拉年幼时曾经在巫师的身边学习过暗黑魔法，而且巫师将自己预知的都告诉了菲洛。此时他的父亲老白和他的爱人威尼都有危险。在交代完之后，巫师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而此时遇刺受伤的老白，此时已经猜到城市中的凶杀案都是眼前的妻子维拉做的。他很早便知晓妻子跟里特通奸的事情，但他从未怀疑过自己与儿子乔纳的血缘关系。他承诺会将总理大臣的权力交给儿子乔纳，希望维拉能够尽快收手，不要一错再错。可知晓老白与精灵有私生子的维拉，为了能够稳固儿子乔纳的地位，早已陷入疯狂。他不顾劝说，用枕头死死地压住老白，直到断气。维拉在老白的身上找到了一页纸，上面正是威尼无罪释放的令书。不知晓私生子是谁的维拉动用权力，将威尼给带到了他的地下密室，准备用残忍的手段逼迫威尼说出对方是谁。与此同时，得到巫师提供的线索后，菲洛已经通过下水道来到了维拉密室的地底，而此时那头暗黑亚瑟正在他的前方。菲洛想不惊动怪物，偷偷潜入。正当他即将成功之时，手上的斧子不小心碰到了管道，怪物被惊醒。与其心意相连的维拉也同时察觉到，菲洛急忙逃走，一路狂奔。解决了怪物后，菲洛找到了维拉的密室，只见里面放满了用来制作暗黑亚瑟的尸体。维拉此时也现身走了出来，他告诉菲洛是他的母亲艾斯琳的勒索信，才让他知晓了老白在外面还有私生子的事情。他一直找不到那个私生子是谁，所以杀光了与他有关联之人。菲洛不愿听他废话，就要上前将他解决时，
怪物又一次从背后出现，将他丢了出去。菲洛没有犹豫，拿起斧头与怪物战到了一起，可奈何实力悬殊，只能与其周旋。与此同时，被绑的威尼也在艰难地自救着。眼看菲洛不是对手就要被杀之时，一把匕首从维拉的背后刺了过来，是逃出来的威尼及时赶到。维拉被杀后，怪物没有人控制，也同时倒地，解决了眼前的危机，两人终于松了口气。另一边，总理大臣被杀后，乔纳暂时接手了政权，成为了代理的总理大臣。父亲被杀，母亲不知所踪，成为了最大的嫌疑人。在母亲的房间里，乔纳找到了艾斯琳的勒索信，他找来了艾斯琳生前的好友，辨认是否为他本人所写。信中的内容正是艾斯琳为总理大臣老白生子的信息。经过艾斯琳好友的确认，并非艾斯琳本人所写。随后，他突然发现信中的字迹似曾相识，掏出索菲之前给他的纸条比对后，才发现原来勒索信是索菲写的，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。索菲目的是想要制造混乱，从中寻找机会，一个能够直接登顶的机会。从他的父亲里特死后，索菲就凭借他的手段，成功的获取了党派高层的信任，成为了党派新的领袖。他如愿以偿地帮助乔纳成为另一个党派的领袖，两人最终结合，完成了他对国内势力的统一。随即，他们下令封锁了所有出境，将所有非人类的灵族聚集在了狂欢街区。菲洛和威尼二人也同样未能离开。未来的灵族与人族终有一场战争。至此，狂欢命案第一季就此完结。感谢各位粉丝的点赞与关注，在此向各位拜谢。